马达主要使用的磁铁有橡胶磁石、铁氧体磁石以及铝铁硼磁石，其中铁氧体磁石和铝铁硼磁石还有干压以及湿压两种。顾名思义，就是以材料的含水分作为区分，而湿压法拥有比较好的磁性，但生产效率较低，成本较高。他们还依据制成过程中磁场参与的有无，分为等方性以及异方性。等方性的磁石可以接受多种冲磁方向，但磁力较弱且多半为单面磁力，例如冰箱上的磁铁。而异方性冲磁方向有限，但有磁力较强的优势，且多半为双面的磁力。冲磁方式则有内冲磁、隧道冲磁以及外冲磁，它们依据冲磁线圈与磁石的相对位置来区分，而线圈通裂的瞬间产生磁场来磁化磁石。内冲磁的线圈在冲磁头内部，而外冲磁的线圈则在马达的两侧。隧道冲磁则是将马达放入隧道状的线圈，它们会依据不同磁距使用不同强度的电压来冲磁。磁铁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就是磁力的强度，而冲磁方式则依据磁力线分布的位置而略有不同。内冲磁因为磁力线多半分布在靠近转子这一侧，所以扭力跟转速都会大一些。外冲磁则是适用于相对低转速、低扭力以及低噪音的应用。隧道冲磁可以视为是外冲磁的一种，在降低电磁噪音方面有更加优秀的表现，也适用于调整马达平稳转动。讲到退磁消磁，要想到的肯定是科学家居里夫人的丈夫皮耶居里。他发现铁磁性物质加热提升到某一特定温度时，磁性会消失，这个温度也就叫做居里温度。居里温度讲的是完全消磁的温度，事实上到完全消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也就是用退磁来说明这个磁力衰退的现象。铝铁硼磁铁退磁差不多发生在200度。而铁氧体可以在高温有更稳定的表现，不过会在低温消磁，而橡胶磁石就更不耐温了。磁铁有强弱之分，但未必使用最强的磁铁就是最好的。考量马达的性能、不同的产品使用情境以及成本，正是我们制造厂的专业所在。